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當真相比傳聞更動人，王鶴棣與白鹿，那些無法解釋卻無法忽視的瞬間。娛樂圈從來不缺緋聞，也不缺熒幕情侶，但真正能讓全網相信戲裡是假，戲外真的組合，卻少得可憐。因為大多數 CP 都停留在鏡頭之內，當導演喊卡時，一切化學反應便如煙火瞬息熄滅。然而，王鶴棣和白鹿卻成為了那個例外。越了解他們，越會發現有些故事不是寫出來的，而是慢慢生成的；有些情感不是演出來的，而是在無數個隱秘瞬間悄悄生根發芽。一開始，沒有人認為以愛為營拍攝現場的互動會掀起如此大規模的討論。王鶴棣，那個從流星花園走來的桀驁少年，以強烈而直接的能量征服了全國觀眾；白鹿則憑借自然、真實，讓人心疼又心動的表演，成為現實主義甜戲代表。他們的合作看似偶然，卻又像是一場命運安排。當兩個人第一次在劇本圍讀會上抬頭對視，那不是戲劇開端，而是某種化學反應被點燃的瞬間。有人說，鏡頭不會說謊，可是比鏡頭更誠實的是在鏡頭之外，那些不經意的、原本不該被看見的小動作。比如白鹿笑的時候，王鶴棣會下意識停下說話，好像他不是在等待回應，而是在靜靜欣賞。又比如在一次路演採訪時，當白鹿被粉絲圍住，王鶴棣沒有說話，只是自然地站到他身側，微微偏身擋住燈光和推擠的人群。那是一種不帶張揚的保護，如呼吸般自然。真正讓粉絲確信這裡有故事的，是那些超越劇本、無法解釋的默契細節。片場花絮流出後，網友們發現他們之間的互動不像合作關係，更像是已經習慣彼此存在的狀態。一句本不屬於台詞的輕笑，一個原本不在分鏡裡的觸碰，一次對視後不自覺上揚的嘴角，那是一種演戲無法複製的真實溫度。網友評論：不是凌不疑在看相柳，也不是總裁在看記者，是王鶴棣在看一個他無法忽視的人。短短一句話，轉發數破萬，因為太多人看懂了。然而，當曖昧超過某條無聲的界限，風向也開始改變。媒體開始跟蹤，評論區開始分陣營，營銷號開始解讀每一個眼神、每一張合照、每一個時間吻合的 IP 地址。最讓全網炸裂的是那條銀色愛心手鏈事件。王鶴棣在直播時無意露出的配飾，與白鹿1週前活動現場佩戴的手鏈幾乎一模一樣。有人說巧合，有人說刻意，可真正動搖大家立場的是他們選擇保持沉默。因為在娛樂圈，這種沉默不是默認，而是護短。生日當天，白鹿發了一張咖啡杯，沒有標籤，沒有表情符號，只有一句輕描淡寫卻意味深長的文字：有些人會讓生活更甜一點。粉絲愣住了，因為那只杯子正是王鶴棣之前 vlog 裡出現過的。有人說那是暗號，有人說那是告白，也有人冷靜分析，或許那只是巧合。但是當情緒和細節積累到某個臨界點，人們發現他們已經無法把這些現象解釋成純粹友情。但甜往往伴隨着壓力，當情感被放大、被解析、被消費，他們的態度開始微妙變化。白鹿在一次直播中，當被問到是否相信一見鍾情時，他停頓了2秒，那不是猶豫，而像是在權衡能說多少。然後他輕輕笑了，說：有時候片場的情緒美得像幻覺，可惜不能帶走。那句不能帶走，仿佛是一扇門，被輕輕關上，卻沒有鎖住。而王鶴棣的回應則更加直接，他沉默了一段時間，然後發了一句讓整個粉絲圈分崩離析的話：
真相不需要解釋。有人認為這是壓軸式官宣，有人說這是劃清界限。但無論是哪一種解讀，都證明了一點：他不是無所謂，他是在認真處理一件他不希望被傷害的事。從理性角度分析，這一切也許只是劇宣策略，也可能是粉絲濾鏡效應。但從情感角度看，他們之間的眼神、默契、沉默與偏袒，遠比營銷詞條更真實。因為演戲可以複製，但目光無法撒謊；劇本可以寫甜，但習慣性的保護只屬於真正放在心上的人。或許未來我們永遠不會聽到他們正式承認，或許這段關係只存在於流動的鏡頭、被截取的花絮和粉絲放大的信號裡。但也許正因為不確定、不明確、不言說，那些隱秘的情緒反而更顯珍貴。畢竟不是所有愛情都需要被公開，有些愛只要當事人懂就夠了。而對於我們這些旁觀者來說，能見證一段可能真實的情感萌芽，已經是幸運。因為在這個真假難辨、快速消失的娛樂時代，能遇見一對讓人相信熒幕之外也許有故事的存在，本身就是奇蹟。如果他們公開，會發生什麼？如果有一天王鶴棣和白鹿真的官宣戀情，那麼娛樂圈一定會在第一分鐘沸騰。不是因為大家措手不及，而是因為那句我們早就知道了，會成為全網最統一的默契回應。因為從花絮到直播，從手鏈到眼神，從無聲保護到默契沉默，他們已經給了觀眾太多理由相信這段故事從來不是空穴來風，而是緩慢生長、無法掩飾的現實。第一波反應毫無疑問會來自粉絲圈，而反應將呈現兩極化。部分粉絲會哭着打字，終於等到了，你們快結婚吧。他們會翻出舊視頻、截圖、對視、呼吸、距離，然後用我不是瘋了，只是終於被證實來解釋自己的激動。B 站會出現無數標題誇張的合集，原來我磕的不是假糖，是預告片。每一幀過去不起眼的片段都將被關上，原來那不是演的。但與此同時，也會有另一群聲音出現：理智粉、事業粉、保護粉，甚至部分因幻想破滅而轉黑的粉絲。他們會說，他們現在公布是因為需要熱度嗎？事業頂峰談戀愛是不怕影響資源嗎？甚至更冷漠的一句，他們遲早會分的。因為在流量至上、名利敏感的娛樂工業鏈中，戀愛從來不是浪漫，而是代價。第二波反應會來自媒體與資本，營銷號會像嗅到血一樣迅速行動，戀情時間線整理，疑似同居線索，親密行為錘匯總，甚至有人會翻出3年前無關評論做文章。熱搜不會是一個，而是好幾個連夜改標題，深夜更新，凌晨2刷，午間吃瓜，形成完整商業閉環。品牌方會開會，有人會說情侶效應更帶貨，也有人反對，粉絲對情感代入太強，不一定買賬。但數據永遠最誠實，如果銷量上漲，他們就是現實版愛情營銷奇蹟；如果數據下滑，他們會被貼上戀愛腦、事業下滑標籤。第三波影響才是最關鍵的，對他們自己而言，公開意味着鏡頭無法只記錄作品，而是開始記錄生活。每一次沉默會被解讀，每一次互動會被放大，每一次距離變動都會成為猜測依據。如果他們牽手出現，網友會說這糖太甜了；如果他們獨自現身，媒體會寫分手，疑似冷戰。微笑是證據，沉默是證據，連走路都可能成為分析素材。愛情一旦從私人變成公共，它不再只是2個人的事，而變成用戶情緒、媒體流量、品牌趨勢和社會討論共同參與的巨大漩渦。而這也正是許多明星選擇不公開卻不否認的原因。
但如果王鶴棣和白鹿真的官宣，真正的改變不是外界，而是他們之間。那些曾經屬於花絮背後的眼神會變得光明正大，那些需要隱晦表達的細節可以變成大方牽手，那些只能留給鏡頭邊緣的溫柔可以變成直面世界的選擇。他們可能會一起參加公開活動，媒體閃光燈不斷，但他們只需要看彼此一眼，就能意識到他們不再躲避。他們的笑會更放鬆，回答會更堅定，因為他們終於不必假裝只是合作夥伴。當然，他們也會吵架，也會因壓力產生爭執，也可能因為身份和工作分開很久。但正如白鹿所說，有些情緒美得像幻覺，卻不能帶走。如果他們能讓那份感情從幻覺變成日常，那將是比官宣更有意義的事。公開戀愛也許不是他們關係的終點，而是新階段的開始。那是從隱秘到坦蕩，從我們知道到我們承認，從猜測到現實的過程。而這個過程不是為了滿足外界，而是為了讓自己在這段關係裡能夠穩定、堅定地向前走。如果有一天他們真的公開，那不是爆點，不是熱搜，也不是營銷，而是一句遲到了很久卻始終溫柔的確認。原來我們一直沒走錯方向。雙引號。而屆時，無論是支持、質疑、理解還是揣測，外界終會平息，而屬於他們的故事將繼續，只不過不再是被鏡頭意外捕捉的碎片，而是他們親手選擇呈現的未來。有人說，如果喜歡需要解釋，那就不夠深。雙引號。而對於王鶴棣和白鹿來說，倘若真官宣，那將不是勇氣，而是答案。